这条视频是应朗朗小朋友要求做的材料包开箱说明。如果你也对羊毛毡手工感兴趣，并且希望马上动手试试，需要直接了解基本工具，看完这条片，你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入门工具啦。这是一个网上购买的常见材料包，店主标示它是一个中级材料包。这里所谓的中级，不是指技术上的难易程度，只是表示里面材料工具的多少。我们完全可以使用简单的几样工具，做出非常有趣的手工。但是对于刚入门的你，套装工具可以鼓励你马上动手制作，并获得成就感。下面我们马上来开箱看咯。有个工具店，各种模板，这个是填充羊毛，比较大包，然后这些是小一点的，然后是比较小包的各种颜色，这个卡其色系列，哇，这是针，哦，还有一些小配件。真觉得这个材料包很不错哎。来，好啦，就是这些。这个材料包特别好的是这一排绿色，几乎就能满足我们做大多数小动物所需要的颜色了。这几个绿色也非常适合做植物。这堆蓝色和紫色，我们可以做很漂亮的风景画。希望我们很快有机会示范给大家看。颜色看完，我们现在重点来讲一下这些工具的使用。这是护指手套，哦，太松了，不好用。来，看看这给我们提供了啊，有眼睛，有小眼睛，太好了。这是鼻子，鼻子和有5个鼻子，有大概5对眼睛。对啊，这是你做完手工之后，可以把它做一个钥匙扣。钥匙扣的配件，把它穿起来。这些是钥匙扣，你看到吗？这些都是做各种首饰所需要的小配件，5金件。来，我们重点看一下针啊，看一下。这里它给我们的针有长短不一样，其实粗细也是不同的。这根针是粗的，这根针是细的。它们所带的倒钩的数量是不同的，倒钩越多，意味着我们每扎进去一个过程所带进去的羊毛数量会更多，也就是说我们做粘画的过程它会更加快。这个小手套大概还是需要的，我看看哦，OK， 至少扎到之后其实能扎透，但是已经缓解了，不会那么痛。但是如果你做的玩偶细节特别小的时候，你可能还是需要徒手拿它，安全第一。每次用完针把它放回这个桶里，这样可以防止受潮生锈。这是一支快干胶水，它干了以后也是软的。它还给了我们这样的一沓模具，看一看鼻子和眼睛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需要这种塑料的小配件了，它会更加安全，不会掉落，被小婴儿捡到误吞了有危险。
好，今天的材料包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想看我使用的工具箱里有哪些奇怪的物件，请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有什么美妙的构思想看我做示范，也尽管告诉我。今天是2024年4月29日，我的频道还没有达到开通购物车的功能要求，希望得到大家的订阅支持。将来我就可以直接为大家准备示范手工里所需要的材料了。非常感谢朗朗的热爱，我和摸摸，谢谢你。